在去年，一款由中国白眉犬为主题的外国游戏火爆网络。这款由 Slowcore 开发的独立游戏体量作品，用标准流畅的动作、优秀的打击感以及对中国武道核心的阐述，为玩家们带来了一段刺激难忘的游戏体验。而作为一款以低多边形画风为主要表现的游戏，本作也毫无悬念地登陆了 Switch 平台。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从画面到实际体验来一步步地看一下这款师傅的移植到底有没有入手的价值。老样子，我们也是先来看看游戏在 Switch 平台的画面表现力。相较于其他平台 ，Switch 中最大的变化依旧是游戏光影材质的大幅度削减，在序章的对比表现尤为明显。不止如此，游戏在很多场景的贴图材质上也有着可以感知到的下降，并且在通篇的体验下存在着较多的狗牙以及模糊没能得到妥善的处理。上述的这些情况在掌机模式的游玩下尤为明显，在主机模式下虽然也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总的来说还是令人可以接受的。游戏在 Switch 平台也同样是以30帧为目标帧数。不过对比前几天的双人成行，本作的帧数表现就明显没有那么的平稳了。在夜店等小场景中有多位敌人存在的场景下，游戏会有着比较明显的帧数波动。不过所幸这些帧数浮动的范围较小，并没有达到那种会直接影响到游戏操作的地步。由于这次体验时间的原因，本次我并没能打到艺术家那里。在 PS5 以及 PC 端艺术家关卡的黑夜部分帧数波动都尤为明显。虽然没有实际体验到，但是相信这次 Switch 版也肯定不会例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游戏的玩法。本作算是近几年来少有的高水准动作游戏，开发组亲自学习的中国白眉拳在游戏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令人非常惊讶的。本作无论是动作的流畅度，还是各种招式之间的衔接，都无疑可以达到近期3D 类动作游戏的第一梯队。在战斗中，玩家不仅可以通过手边可以互动的各种家具以及棍棒来为自己在战斗中获得优势，还有类似完美闪避等各种特殊机制，可以在熟悉敌人招式时像一个真正的大师一样帅气的躲开，并在敌人露出破绽的时候予以狂风暴雨般的反击。虽然本作的游戏体验看似爽快，但是要在游戏中获得舒适的体验，还是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的。就目前的体验来看，本作对于 Switch 平台的操作优化也还算不错，但是 Switch 本机自带的 Joy-Con 手柄的外形，使它必然不太适合这类动作游戏，在长时间的掌机游玩下，体验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最后，我们也是来看看游戏的剧情以及特殊系统。本作的剧情便是非常港式的复仇剧。除开复仇这个传统结局，玩家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而整个剧情细节的填充，则需要我们在游戏中不断的收集线索，以此来推测剧情。而游戏的特殊系统也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了。玩家每次死亡后都会增加一个死亡基数，并增长一次年龄。死亡基数越高，每次增加的年龄也会越多。在战败至70岁以上时，游戏便会结束。那随着复活的不断增加，我们年龄的增高会使我们的攻击力越来越高，但相对的，玩家的血量也会越来越少。这也就让那些不太熟悉敌人动作规律的玩家，经常黑发进游戏，白发出关卡。虽然这个复活机制增加了游戏的容错，但是相对的也会让接下来一段时间玩家的游戏体验变得更加凶险。虽然中国白眉拳的大名很吸引人，但是游戏较为硬核的难度曲线也能变相的劝退一部分玩家。总的来说，这部 Switch 版的师傅总体表现还是令人满意的。虽然较为硬核，但是游戏标杆级的游戏体验还是非常值得那些喜欢动作类游戏的玩家上手一试。优化上虽然目前还略有瑕疵，但是相信之后的更新一定可以慢慢将这些目前来看算是小瑕疵的缺点逐渐抹消。如果你也喜欢动作游戏与中国功夫，那么本作肯定会是 Switch 平台近期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好的，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视频的话，不妨一键3连加关注支持一下。我是3位，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